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30.96，收盘价是237.9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2.79，最低价是在229.8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21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3 倍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纠结，在零轴的下方继续出现微小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空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突破后的反弹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上涨，上方呢是在243附近遇到了压力，然后呢股价开始震荡下行，那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收盘价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么很遗憾呢，收盘价并没有站上5日均线值。那这说明当日股价在反弹到高位的时候，或者说是在遇到5日均线值的时候是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回撤。那么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5日均线值，或者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43，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日后股价收盘价不能够站上243，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再次回档。那因为我们会看到当日这根 K 线是留有长长的上影线的，我们刚刚说过了，那么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看到当日 K 线又抱有相对较大的成交量，说明在这个地方也是有卖压的。所以在日后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股价很容易会出现回档的走势。好，那么我们说如果股价出现回档，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30，那么我们认为那股价是很容易再去测试224这个重要的标志位的。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分别是上行收盘价会收在235附近，如果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2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而实际在4月22日收盘价是在237.97，那股价呢是出现了上行。至于我们预测的上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同时呢性质也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收盘价都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并且呢回补了之前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个缺口。好，那么目前股价是出现了反弹，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4月2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92。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是自3月11日以来，或者说是自3月10日以来，
一直在3月25日出现最高，或者3月27日出现最高，一直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一个横盘的走势。那么在近期股价我们说出现了下沉，然后呢马上又出现了反弹。我们之前在视频当中多次提到过，如果股价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下沉，会更有利于股价的日后的反弹。所以说我们会看到目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沉，并且也出现了反弹。那么在到达292之前，目前243到250这个整数关口这个区域将是股价在反弹过程当中的一个强压力。同时呢，20日均线值也会到达250附近。所以说在日后，也就是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如果股价能够突破250这个整数关口，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那当然，如果出现继续反弹的走势呢，目标就是要站上274，就是这根抱有非常大成交量的这根 K 线最高。当然之后还有285。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在到达292之前，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最重要的关键位置是243到250整数关口。好，那一旦股价在日后能够突破这几个重要标志位如果能够站上292呢，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那么股价呢将会有进一步的这个上涨的走势。一旦出现上涨呢，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曾经提到过，会目标会在360附近。所以292如果能够被站上，第二个目标就是304，第三个目标就是367。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不变，仍然是214。在到达它之前，目前又多了一个标志位，就是刚刚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30附近，然后还有一个位置是224。那么这两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那么股价才能够，或者说才会去测试214。214如果被跌破，那么将会再次出现底底低，那股价将会继续沿着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继续下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82，这是第二个目标，然后是138。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下行，我们认为在160附近会得到一个支撑。也就是说这一波下跌呢不会回补这个缺口。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4月2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前一个交易日实体的上沿是在230附近。那我们会看到在4月22日盘中碰巧股价就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4月23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243，也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理由我们刚刚在解读 K 线信息的时候已经说过了，243到250呢是股价继续反弹的一个压力区间。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能够在243上方运行，我们认为它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很有可能会去测试20日均线值。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不能够也就是说不能够突破243，或者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会出现回档，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的走势。好，这是我们关注243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分别在
4月7日和4月9日两根 K 线的收盘价分别是5%进场加仓。那这10%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52附近。之前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224。那么到了4月22日收盘价是在237.97这个位置。我们说股价是并没有跌破我们的止损位。那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虽然目前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日的这根 K 线留有长长的上影线，并且收盘价并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所以呢在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和目前的这些指标呢那么股价在日后是很有可能出现回档的。所以对于这10%的仓位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好，那么这10%的仓位到了4月23日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仍然是守224。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43到250之间。那空头的目标就是224。因为跌破这个位置，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14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36到240。那么当日新生成这个5日均线值它既是压力位，同时也会是一个支撑位。那如果股价是高开盘，尤其如果出现大幅的高开盘，那么5日均线值呢还可以成为一个支撑。所以我们现在把5日均线值先放在压力位这个位置。好，第二个压力位呢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46到249之间。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252到253。第四个压力位是262，第五个压力位是274。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第一个支撑就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230，第二个支撑是224，第三个支撑呢是214，第四个支撑我们给出是200整数关口。当然第五个支撑我们也会继续给出是18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5，上方最高会到达249，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0附近。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弹，我们认为会继续出现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一个绿 K。那么我们还要给出第二个点位，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258，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55附近。那如果是最高能够到达258，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甚至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可能会回踩到241这个位置。好，那么出现这样反弹的两个点位的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不低于241或者是235。好，这是我们说的反弹第一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
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6，在这个位置，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229，收盘价会收在231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